午夜时分，在意大利的某处修道院内，终于下定决心的修女正在祈求圣母的原谅。随后，她换好衣服，准备好行囊，蹑手蹑脚来到修道院院长的卧室，趁院长熟睡，从抽屉中找到了一串钥匙。女人想要趁着夜色逃离修道院，但非常不幸，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她的行踪。就在她忙着找钥匙打开大门的时候，4个神秘的黑袍修女朝着她慢慢走了过来。女人打开了门锁，却来不及打开上面的铁链，只能努力尝试着从门缝之中钻出去。可就在她成功钻出去的下一秒，脚踝被对方抓住。等女人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身处一个狭小的空间。从造型上不难看出，这是一口棺材，头顶上还有散碎的泥沙不停掉落。即使女人喊破了喉咙，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。随着氧气的逐渐降低，女人的嘶吼声也随之减小，直到棺材里再也没有了任何动静。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修道院里又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修女塞西利亚。院长让伊莎修女带着她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。这座名为圣母哀伤的修道院始建于1632年，主要是为年老的修女们提供一个安度晚年的地方，让他们在上帝圣光的沐浴下走向死亡。伊莎修女还特意叮嘱她，地下室作为修道院的禁区，谁都不能靠近。简单的介绍完建筑布局后，塞西利亚被带进了自己的宿舍。她向伊莎修女表示感谢，却换来了对方的警告。伊莎修女表示，这里的环境会让人感觉到身心俱疲。Tonight, you do not have to take your vows. You can still go back, and God will forgive you.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让塞西利亚一头雾水，言语中似乎是在劝说她尽快离开这里。看塞西利亚表明了决心，不愿离开，伊莎修女又交代了几句后转身离去。随后塞西利亚正在上厕所时，又碰到了隔壁房间跑过来抽烟的修女格温。从两人的谈话中得知，这里的修女大多来自很远的地区或者国家，当地的修女几乎不来这座修道院，但谁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，今天也是塞西利亚发终身愿的日子。宣誓过后，她就会成为一名正式的修女，把最纯洁的身体和灵魂献给上帝，这是每一个修女都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。塞西利亚还见到了介绍自己来这里的神父泰德。Nel nome del Padre e del Figlio e dello Spirito Santo. Amen. 虽然塞西利亚听不懂主教说的意大利语，但好在有神父在一旁帮忙翻译，丝毫没有影响到仪式的正常进行。直到宣誓结束前的最后一个环节，伊莎修女还在一脸凝重地盯着塞西利亚，似乎想对他说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神父似乎非常关心塞西利亚的感受，总是找各种理由接近她。从两人的聊天中，我们得知，神父之前是一名生物遗传学家，后来好像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帝的召唤，毅然决然辞去工作，选择了神父这个职业。而塞西利亚之所以会选择成为一名修女，只因她小时候在结冰的河面上玩耍，一不小心踩破冰层，掉进了刺骨的河水里。塞西利亚在心脏停止跳动7分钟后，又奇迹般活了过来。他认为这就是上帝的杰作，所以才有了他今天这样的决定。晚上睡觉前，正在洗漱的塞西利亚突然听到了一阵女人的哭泣声，她循着声音来到了教堂下面的一间密室，只见一个黑衣修女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小声啜泣，同时嘴里还在不停地忏悔着什么。塞西利亚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，一个脸部蒙着红纱的修女慢慢转过头来，还没等塞西利亚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，身后悄无声息突然出现的院长差点把他吓死。院长并不关心趴在地上的修女，而是从耶稣雕像下面的盒子里拿出来一件圣物，毕恭毕敬地递到了塞西利亚的手上，解释说这就是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其中一颗钉子，因为接触过耶稣的血液而被保存至今。随后院长像是着魔了似的，向塞西利亚灌输一些他听不太懂的教义。耶稣当时为了救赎人类选择自我牺牲，现在正好到了兑现自己的承诺，为上帝无私奉献一切的时候了。不知为何，塞西利亚突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身体一软就晕倒在了地上。第二天，塞西利亚来到告解室忏悔，没想到才刚刚开始，好在只是一场噩梦。可还没等塞西利亚缓过神来，隐隐约约就在门口看到了一个恐怖的身影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向床头，打开灯光的瞬间，对方竟又诡异地消失不见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相对比较平静，塞西利亚跟着老修女们学习怎么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人，学习怎么杀鸡，怎么做饭，俨然成了敬老院里的一名护工。好在与她同组的格温修女性格比较活泼，还能在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获得一点乐趣。这天晚上，塞西利亚刚刚躺下准备睡觉，突然感觉身边多出来一个人的呼吸声。女人是塞西利亚照顾的其中一名老修女，不知为何她半夜跑来剪掉自己的一缕头发，还自言自语说塞西利亚就是明日的圣人，必定会受到所有人的顶礼膜拜。塞西利亚认为她又犯病了，精神不正常，所以也就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塞西利亚把女人又送回了病房休息，
可就在离开时，他却惊奇地发现，女人的2只脚底板上都有一个明显的十字架痕迹，很明显是人为弄出来的，而非自然形成。第二天正在洗澡时，塞西利亚突然感觉到一阵反胃，紧接着便大口呕吐了起来。格温修女急忙把她送到了医疗室，可不知为何医生竟然要检测她的尿液。就在塞西利亚焦急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，又一次在院子里看到了那名蒙着红纱的修女。Sorella Cecilia, vieni con me。塞西利亚被院长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里面不仅有泰德神父和修道院的医生，竟然还有一位红衣主教也在场。整个房间里充斥着一股令人压抑的紧张气氛。3个男士神情严肃，面色凝重，主教点烟的手竟还控制不住的在微微颤抖。随后主教让他重复一遍自己的誓言。塞西利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能照做。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里，3个人反复询问塞西利亚来这里之前是否谈过恋爱，是否与男性有过深入浅出的交流，来修道院的这段时间里是否接触过外来的男性。直到塞西利亚给出全部否定的回答以后，众人这才告诉了塞西利亚真相。现在她的身体虽然是完璧的状态，但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正在塞西利亚的体内茁壮成长。本来修女怀孕算得上是一件惊天大丑闻，但众人没有感觉到羞耻，反而变得异常兴奋。他们相信塞西利亚的誓言感动了上帝，而腹中的这个胎儿正是上帝的孩子。这个消息在修道院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塞西利亚的地位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正如那天晚上老修女预言的一样，她成了受众人顶礼膜拜的上帝新娘。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奇迹这么简单吗？修道院取消了塞西利亚所有的工作，一心让她好好养胎，早日诞下上帝之子。就连吃饭都是院长亲自端来的营养餐。这天塞西利亚正在惬意的泡澡时，伊莎修女悄无声息推开门来到了她的身后。危急时刻，塞西利亚咬伤了对方的手，这才有机会从水底探出头来，但对方显然不想放过他。听到吵闹声赶来的院长急忙把伊莎拉出了浴室。好在这次事件并没有伤害到腹中的胎儿，但塞西利亚对于伊莎说的话始终耿耿于怀，好像是自己的出现夺走了她成为上帝新娘的机会。神父急忙解释说，伊莎患有精神疾病，很可能是塞西利亚的身份变化让她产生了嫉妒心理，并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次发生。塞西利亚提出想去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因为这里的医生只关心肚子里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的身体。没想到此话一出，立刻遭到了神父和医生的反对。此刻塞西利亚瞬间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囚禁在了修道院内，哪里都去不了。很快修道院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伊莎修女突然从楼上摔了下来，当场丧命。院长解释说是她工作时不小心失足坠落，可就在事故发生前的几分钟，塞西利亚分明看到了2个红纱修女就站在顶楼的窗户边。格温修女认为最近发生的事情明显不符合常理，于是当着众人的面质问院长和主教 Come fate a stare tutti lì a far finta di niente? Cecilia è rimasta incinta e non sappiamo come. Isabel si è suicidata, ma che cazzo sta succedendo? 没想到当天晚上格温修女就被带到了小黑屋，几个红纱修女残忍地割掉了她的舌头。塞西利亚回房时又碰到了那位老修女。Please help me. We have to leave. No one. Yeah. 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修道院里，一名处女修女突然怀上了孩子。院长不但没有责罚，反而说是上帝显灵，一口认定修女肚子里的胎儿就是上帝的孩子。但修女本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在院长的房间里找到了自己的档案，里面不仅有她生平所有的资料，竟还有她基因检测的详细报告。2个试图揭开真相的好友也离奇死去，整个修道院仿佛被一层浓雾笼罩。塞西利亚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。这天早上天刚蒙亮，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原来塞西利亚下体突然莫名大出血，而今天恰好是周日，医生也不在修道院内，眼看再耽误下去可能会危及腹中的胎儿。神父无奈只能同意带着塞西利亚赶去最近的医院。院长跪倒在满是鲜血的床前，懊悔不已，是他没有照顾好女人，才发生了如今的一切。可他很快就注意到地板上有根鸡毛，显得格外显眼。俯身下去，就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团带血的床单，而里面裹着的竟然是一只死鸡。他瞬间就识破了塞西利亚的计谋。神父接到院长打来的告密电话时，女人还在卖力地表现着自己的痛苦，但车子停下的一瞬间，他就夺门而出。可一个即将临盆的女人怎么能跑得过2个正常的男人？塞西利亚很快又被抓住带回了修道院。这次被带回去后没有了之前的待遇，他们把女人捆在椅子上，防止她再次逃跑。神父也不打算再继续隐瞒自己的计划。普通人看到的可能只是一颗生锈的铁钉，但在信徒们看来，它就是耶稣受苦的象征。可放在神父这位生物遗传学家眼里，
他又成了复活耶稣的一种可能。神父利用附着在上面的血液提取出了完整的遗传密码。All we had to do was crack it. The key to resurrection. You're insane. 神父利用20年的时间克隆出了无数个细胞组织，但想完整克隆出一个人却屡次失败。神父的研究遭到了正统科学界的抵制，无奈之下，他寻求教会出手帮助，而正是有了教会的资助，他才有了今天的成果。Find the strength to keep going. This is my calling. And this is yours. No. 随后，神父给了司机一个眼神，男人拿出烧红的十字架走了过来，在女人的脚底留下一个终生难以消除的烙印。此后的时间里，塞西利亚被软禁了起来，只有孕检的时候才有机会走出房间。这天，他趁着医生出去拿药的功夫，用床头的十字架攻击了院长。又趁主教不备，用念珠勒住了他的脖子。挣扎片刻后，主教也没有了反应。女人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怒，不料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医生看到。医生不想因此丢了性命，急忙离开。塞西利亚拖着笨重的身子回到教堂，取回耶稣的圣物。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再因此受到伤害，他决定一把火点了实验室，烧毁所有的研究资料。岂料神父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，女人急忙点着打火机，威胁他不要靠近。Cecilia, these won't solve anything. If you die, we'll find another. 女人腹中突然传来一阵绞痛，神父趁机想夺过女人手中的火机，不料火机没有抢到，还被女人打伤了头部。塞西利亚想把男人锁起来，让他与实验室同归于尽，没想到神父穿过铁栅栏，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。塞西利亚灵机一动，点燃了从门缝中流出来的酒精，火苗顺着酒精快速蔓延到了整个实验室。房间里很快传来了灭火器的声音，紧接着神父就撞破房门逃了出来。趁他还没爬起来，塞西利亚朝着地下室深处跑去。修道院建在一栋庞大的古建筑上面，地下室更是如同迷宫一样错综复杂。但也正是借助了地形的优势，神父才没有及时追上来。塞西利亚在里面兜兜转转，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终于在一条通道的尽头看见了外面透进来的亮光。女人拖着笨重的身子，好不容易爬到了洞口。直到此时，神父还在想着耶稣之子的诞生，掏出携带的手术刀就要对女人动手。女人挣扎过程中，正好摸到了那颗万恶之源的铁钉。电影的最后，女人终于逃出修道院，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。可腹中突然传来的剧痛预示着孩子马上就要降生，不知道迎接她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。今天的电影正片到此结束，喜欢视频的朋友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、收藏支持一下。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